欢迎收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份蛮特别的资料，嗯，是一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哦，标题很惊人哦，叫《创世组的宏伟计划》。哇，听起来就很宏大。对啊，内容讲到月球的起源，还有一段好像被藏起来的人类历史，还有一个什么大觉醒时代。这几个题目都很大。那这个资料来源是？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他说，内容是融合了一位叫做创世主弥勒圣人的讲法，还有另外6个人的经历。6个人？对，而且这6个人哦，背景差很多，但都说自己有宿命通。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好像是亿万年前，参与过造月球的工作。造月球？哇，这开头就很不一般了。是不是？所以这份资料，该怎么说？它不是那种研究报告。没错，它更像是一种特定的世界观的陈述，结合了信仰、个人经验，还有一些对历史啊、预言啊的解读。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目标不是去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啦。主要是梳理一下。对，梳理他到底想讲什么，他的核心论点是什么，特别是那些很颠覆的说法，像月球是人造的啊，人类来源很特别啊，还有那个大觉醒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解，就是客观地来看看这个论述是怎么建构起来的。没错。好，那我们就开始来拆解这份有趣的资料吧。首先一开始最让人眼睛睁大的说法就是这个月球是人造的。人造月球论。资料里面直接讲说月球有20公里厚的金属外壳20公里，哇！然后里边是空的。空心的金属球体，这听起来真的很像科幻小说或电影。对对，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还说这个人造月球结构模型啊，就摆在台湾桃园机场第2航厦外面。真的假的？把一个我们都知道的地方扯进来了。是啊，把一个日常地标跟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说法连在一起，这手法本身就蛮引人注意的。这确实是一个很高明的切入点，它等于是用一个好像可以去看看却确认的地点，对，来增加后面那个比较超乎想象的说法的可信度，至少是话题性啦。而且资料还强调这个月球的真相啊，是那个创世主直接揭露的。以前是被某种力量盖住了，不让人知道。这就加上了一层揭秘的色彩，好像我们以前都被蒙在鼓里。把月球说成一个巨大的空心金属球，这跟我们现在科学上的理解差很多吧？差非常多，基本上是完全抵触的。但从这份资料的角度来看，他好像不太在乎主流科学怎么说。看起来是这样。这就是这类论述的一个特点嘛，他会建立一套自己的算是另类事实的体系，跟主流科学不太需要对话。有趣的是，他用了很现代的词，像金属壳、空心结构。对，他把我们现在能理解的科技概念投射到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天体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人造月球当做一个核心点，开始往外串联其他的说法，比如说我们人类文明的科技发展其实被限制住的。被限制。对，然后那个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我知道。是真的存在的，而且科技比现在还厉害，甚至说恐龙时代就有人类了。哇塞，这整个串起来就变成一个跟我们课本上学的完全不一样的古代史了耶。没错，一个更古老、更辉煌，可是又充满谜团的史前文明，等于是把很多边缘理论啊、神话啊，甚至一些阴谋论的东西都编织进来了。他好像还有提到《山海经》。对，这个也很有意思。他说，《山海经》里面提到的那个不周山啊，听过，一座撞不断的山。资料说，那个不周山指的就是远古时代的月球。月球？根据他的说法，月球是被高科技造好之后放在地球旁边，像双子星一样。
哦，那从当时地球上看，月球就像一座飘在天上没有连到地上的山，所以叫不周山。哇，这个解释，哎，蛮特别的，用古籍来印证他的说法。是啊，这也是常见的手法，重新诠释古文来支持他想讲的观点。哎，那刚刚提到说有6个人记得造月球，这部分呢，听起来好像是人证。对，这就接到资料里面另一种很关键的证据，就是所谓的个人特殊经验。宿命通。是，资料说这6个人有宿命通，意思好像是能记得自己很久很久以前的轮回经历。记得造月球的细节。他们回忆起来的这些细节就被当作是直接证据，用来证明月球是人造的，还有那个很辉煌的史前世代是真的。这6个人背景好像差很多。资料是这样说了，有工程师、年轻女生、老和尚什么的，好像想表示这个记忆不是特定族群才有。所以证据来源一个是创世主说的，一个是这些人的记忆。那这样怎么看呢？这种个人的经验或经历，这就是评估这种资料最难的地方了，对吧？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要你先相信有宿命通这种能力，然后再相信这些人说的是真的。对，他没办法像科学一样拿出来让大家重复验证。没错，它没办法提供，或者说也提供不了独立验证的方法。它比较像是一种邀请你去相信这些见证，这跟科学方法是完全不同的路径。好的，这个人造月球跟远古历史的部分，真的是充满想象力，但也很多争议点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资料提到的下一个重点：人类进入大觉醒时代。大觉醒。资料说，这个时代的任务是要解开所有的真相，回答一些终极问题，像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这听起来就要触及到人类存在的意义了。感觉是这样。那这部分资料是怎么说的？这里就讲到他们世界观里关于人到底是什么的核心看法了。根据这资料，我们平常认为的我就是这个肉体嘛，对，其实只是一种载具。资料叫它皮壳，皮壳。对，而且说这个皮壳还是众神造的。哇，然后真正的你的本质其实是从宇宙更高层次来的生命。更高层次。资料用词后很夸张，说什么千佛临凡万祖下界，意思好像是有很多很多高级的生命，佛啊、先祖啊，来到地球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其实都是一个来地球体验的高级生命，听起来有点像新时代 New Age 的某些说法。有点像，但它这里的脉络更集中。他强调这些高级生命是穿上这个皮壳来人间做某种历练。历练。他甚至还用了台语说法，说人死叫过生嘛。对，过生。用这个来解释说，死亡不是结束，只是灵魂离开，经过这个身体载具而已。强化那个身体不是我的概念。对。那所谓的大觉醒，具体是指什么？就是醒过来，发现自己不是皮壳，是那个高级生命。基本上是这个意思。资料说，大觉醒的核心就是要想起来。想起来。对，想起来自己作为高级生命的真正来源，想起来以前立下的某种誓约，还有这一趟来地球要干嘛的使命。誓约跟使命。而且这不只是个人的事哦。他说这是个大计划的一部分。大计划？对，是那个创世主在推动的宇宙更新大计划里很重要的一环。目标就是要让这些来到地球的高级生命们，在这个时候想起来自己是谁，来干嘛的。宇宙更新大计划，哇，这个格局拉得有够大。听起来我们人类的命运跟整个宇宙的变化绑在一起了。是这个意思。资料好像还提到，我们人类科技这几年发展这么快，有一部分是神安排外星人来帮忙的结果。这又是怎么回事？对，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点。他把那个很常见的外星人影响论也收编进来了。资料直接说，外星科技介入地球，帮忙人类发展科技，是创世主计划好的，不是偶然。
然后他暗示说，这背后真正的原因跟目的，现在正在慢慢揭露中。这样一说，好像也解释了为什么柯基会突然大爆发。对，他提供了一个解释，同时他也把外星人放在创世主的计划下面，维持了那个创世主的最高地位，把外星人也写进剧本里了。这体系真的很想解释一切。那这个宇宙更新大计划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更新？为什么要保护地球上这些人？接着讲到资料里更带点末日感的部分了。末日感。他提出一个很惊人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宇宙其实已经发生了大范围的爆炸或毁灭。哈，宇宙毁灭了，那我们怎么还在？资料说，地球跟人类之所以没事，是因为那个创世主用他的力量挡住了那个毁灭的冲击波。挡住了，为了什么？为了保护地球上这些从宇宙高层下来转生的人类啊，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完成大觉醒。所以地球变成一个保护区，为了让这些高级灵魂有机会醒过来。按照他的逻辑，大概是这样推的。这个说法好像也顺便解释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这么乱呢？没错，资料就把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乱象，什么道德败坏啊、天灾人祸啊、社会冲突啊，解释成是旧宇宙或是地球本身快不行了，走向衰败毁灭之前的征兆。哦，所以越乱反而越证明需要赶快大觉醒。对，乱象反而凸显了觉醒跟得救回归的急迫性跟必要性。哇，从人造月球的史前史，到人类是下凡的高级生命，然后宇宙毁灭危机，创世主保护，外星人介入，最后目标是大觉醒。这整个故事真的是一环扣一环呢。对，他试图提供一个包山包海的解释框架，从宇宙起源、人类历史、现在的危机到未来命运，都想涵盖进去。他是不是还有提到什么龙华三会啊？对，顺带提到了，说那个东方佛经里预言的龙华三会。好像是弥勒佛下凡的时代。对，在这个信仰体系里，通常是这样理解的。资料就说，这个龙华三会现在已经开始了。哦，又是一个证据，证明大觉醒时代到了。把东方的预言也纳进来，佐证他的说法。好的，谈了这么多世界观设定，现在终于要来聚焦在那个核心人物了。那位创世主弥勒圣人。对，资料花了很大力气，试图证明他的身份，还把他跟西方的弥赛亚，就是救世主连在一起。是的，这部分是论证的重头戏。他想证明这位创世主不只是存在，而且他就是东西方预言里说的那个人，而且已经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了。他是怎么论证的啊？听起来很不容易。他用了几个很具体，但说实话也需要很大幅度去解读的连结。譬如说，第一个也是蛮戏剧性的，是引用了法国那个诺查丹马斯的预言。诺查丹马斯我知道，500年前那个。对，特别是提到1997年7月那一段，一般对那段预言的解读很多种嘛。对啊，什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之类的。但这份资料的解释是说，那段预言其实是在描述这位创世主为了帮全宇宙、全人类扛那个业力。扛业力。对，所以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资料说，他闭关了9个月，身体被那个业力炸碎了无数次，然后又重组，不断的死而复活。等一下，身体被炸碎无数次，死而复活，这也太很夸张，对不对？资料说，诺查丹马斯是透过天眼看到未来这一幕才写下来的。把诺查达马斯的预言直接解释成是这位东方圣人替大家赎罪，身体炸碎复活。这跳跃有点大哎。非常大胆的诠释，没错。你需要先相信诺查丹马斯预言的权威，然后再接受这个特定版本的解读。好，那还有其他的连结吗？有，第二个也很有趣，是关于复活节。复活节 Easter，
对，复活节不是有兔子跟彩蛋吗？对啊，为什么会有兔子跟彩蛋？好像一直众说纷纭。这份资料给了一个惊人的说法，兔子和蛋其实都是指向这位东方的创世主弥勒圣人。哎，怎么说？理由是他说，这位圣人是1951年出生的，那年刚好是兔年。哦，兔年。那蛋呢？蛋的部分，资料引用了一个据说发生在中国黑龙江某地的神迹。神机。对，说有一颗鹅蛋上面自己出现了“神已来到”“主”这5个汉字。鹅蛋显字。为什么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要用兔子跟蛋当象征？等于说，复活节的兔子跟蛋，其实是在预告这位东方圣人。他的意思是这样，等于是想把基督教的核心象征也拉到这位创世主的故事线里。哇哦，这个企图心真的很大哎，想把东西方都统一起来。可以这么说，他想建立一种跨文化、跨宗教的普遍性。第3点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龙华三会。对，资料宣称东方佛经里预言的龙华三会，也就是弥勒佛下世度众生的时代，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已经正式开始了。这也是证明圣人已经来了，而大时代开始了。没错。所以总结一下，它就是透过对诺查达马斯预言的特定解读，对复活节符号的重新诠释，还有宣告东方预言的实现，想证明一件事，就是那个预言中的救世主或圣人，就是那位创世主弥勒圣人，而且他已经在我们中间了。对，这就是他论证的核心，把这些经过他特殊诠释的预言事件象征，全部串起来，当作证据来支持他最重要的论点。这位关键人物真的存在，而且就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进行他的计划。好的，哇，我们今天真的是深入探讨了这份该怎么说，既引人入胜又充满奇特观点的资料。内容确实很丰富。从那个月球是史前人造的惊人说法开始，然后讲到人类其实是从宇宙高层来的生命，有被忘记的历史跟使命。对，那个皮壳跟链链的说法。再到现在是个大觉醒时代，关系到回忆起真实身份跟宇宙真相，而且是有一位创世主在引导。最后把焦点放在这位创世主身上，试图用东西方的预言跟象征来证明他的身份。整个涵盖范围非常广，从宇宙史前一路讲到现在跟未来，确实很挑战我们一般的认知框架。在这里，我想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哦。对，很重要。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内容，都是根据听众提供的那份来自微尘国际文创股份有限公司陈宏明先生的资料。是的，我们的目的只是客观地呈现它的内容，还有试着去拆解它的论述方式才的系统。对。然后是某些人宣称的宿命通这种超常经验，还有对古书像《山海经》对世界历史的非常颠覆性的解读。他好像还有提到宫崎骏的动画。对，他连流行文化也用上了，说那个天空之城拉普达，其实是在隐喻那个远古的人造月球文明。哇，这也行。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详细聊的，他对东西方各种预言，像诺查达马斯啊、弥赛亚啊、复活节啊、龙华三会啊，进行了很独特的诠释，来服务他的核心论点。真的感觉像是一个大熔炉，把各种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东西，用他自己的逻辑，通通融在一起，变成一个看起来很完整的世界观。没错。资料最后好像还有附一些图片，然后再次呼吁大家要赶快醒来，记住自己的誓约与使命。是的，不管他中间的论证过程我们怎么看，他最终的诉求是很清楚的，希望读者相信自己不平凡，肩负着特殊任务，要跟随创世主的计划走，改变对自己跟世界的看法。好，那在我们结束这次讨论之前，我想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我们先不要去管那些月球是不是人造的，历史细节对不对，预言解读准不准，我们单纯聚焦在他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就好。哪个概念？就是人类可能拥有一个我们早就忘记的，远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更宏伟的起源跟生命目的。一个被遗忘的宏伟起源与目的。对，就这个想法本身，就算只把它当成一个思想实验好了。您觉得这样一个想法，对于我们理解现在这个
有点复杂，常常让人觉得很混惑的世界，可能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启发，或者说提供一个怎样不同的思考角度呢？这确实是一个蛮值得玩味的问题。它触及到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这个根本问题了。好的，这个问题就留给听众朋友密集思考了。感谢您的收听。谢谢大家。